我的夫君刚死，他的外室就抱着孩子找上门来。夫人，这是侯爷唯一的骨肉，求您大发慈悲，让孩子认祖归宗吧。我的孙儿，我的心肝肉啊！苏福，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让他们母子进门！半个月前，我那成婚4年，一直对我百般体贴的夫君萧怀安，在江南赈灾时遭遇沉船，据说尸骨无存。随着他一同失踪的，还有整整15万两的朝廷赈灾银。朝廷震怒，下令要萧家10日内填补空缺，否则全家都得陪葬。靖远侯德行有失，贪没赈灾银，着令萧家10日内赔访赈灾银15万两，否则抄家下诏狱，钦此。真娘，怀安这次假死，就是为了逼苏福拿嫁妆填窟窿。等事情了结，我就做主将你抬为嫡夫人。都是母亲和夫君为真娘考虑的周全，到时候那15万两雪花银可全都是我们的了。原来他根本就没死，这一切不过是他为了侵占我的嫁妆，给外室腾位子精心筹谋的一场大戏。萧怀安，你想拿我当花钱养家的冤大头？做梦！你会假死脱身，我也会。夫人，不好了，外面有一个女子抱着孩子跪在门外。何人在侯府门前喧哗？她说她是侯爷在江南养的外室，手里抱着的是侯爷的骨肉。夫人，您流血了，奴婢这就带人去把那满嘴胡言的女人赶走。慢着，我与侯爷成亲数年，一直没有孩子。若这孩子真是他的骨肉，那便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血脉了。走，带我出去看看。妾身真娘拜见主母。夫君这次下江南，便是为了接妾身和孩子进京，说要让孩子认祖归宗。如今夫君已问，妾身别无所求，只求夫人慈悲，把孩子留下。瑞儿，快叫母亲。这孩子的长相怎么与熬夜一模一样？这是怀安的孩子，我的好孙儿，快给祖母看看我的心肝肉啊！你是我的安儿留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啊！夫人，您挺住啊！夫人，您与侯爷成亲4年，夫妻恩爱，平日里侯爷对您更是一心一意。如今倒好，这孩子看着都3、4岁了，岂不是刚跟您成亲他就……苏福，这是你夫君留在世上唯一的血脉了，难道你还不想让他认祖归宗？你自己不能生养，难道你想让我们萧家彻底绝后吗？母亲，别叫我母亲，你们苏家到底是怎么教姑娘的？什么叫主母之风？什么叫贤良淑德？你可知道？真娘，萧家如今自身难保，侯爷死而获罪，朝廷正追究10几万两银子的亏空，萧家随时会大祸临头。你此时仍要进府吗？我答应过侯爷，生死相依，妾身不怕。碧儿，带他们进府吧，去安排个干净的院子，让他们先住下来，再做打算。夫人，您就是太心软了，那外室都踩到您头上来了，您还记挂着那孩子刚进门时看着糕点两眼放光的模样，巴巴的让小厨房做了送来。大人的错与孩子无关，他总归是萧家的血脉。真娘，这几年委屈你们母子在外面无名无本了。苏福是苏家嫡女，进门几年都没有生养，我早就想让怀安休了她。怀安也是没办法，苏福父兄得势，怀安不敢轻易休了他，这些年只能让他一直占着这侯夫人的位置。只是看着我的瑞儿一天天长大，我们实在是不忍心让他再流落在府外了。不过这次好了，怀安这次假死，一箭双雕，一是可以逼苏福把大笔嫁妆拿出来，填了那10几万两赈灾银子的窟窿；二是等事情一了结，我便找个由头将他赶回苏家。你只需和瑞儿一直守在侯府，待怀安假死回来，官复原职，到那时你便是名正言顺的侯夫人了。都是母亲和夫君考虑的周到，
真娘以后一定尽心照顾母亲，为侯府开枝散叶。好，好。夫人，侯爷居然是假死！他为了让那对母子进府，为了逼您让位，居然演了这么一场假死的大戏。原来他们早就在盘算着怎么除掉我这颗眼中钉肉中刺。可恨夫人这么多年来尽心服侍老夫人，打理侯府上下，在他们眼里，好一个萧怀安，好的疼我爱我的夫君，当真是好狠毒、好周密的计策。圣旨到，靖远侯府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靖远侯德行有失，贪没赈灾银，令萧家10日内赔付赈灾银15万两，否则抄家下诏狱。钦此。一定是有人害夫君。母亲，您别急，我这里还有些平日里攒下的珠宝首饰，我一并卖了换成银子。真娘的一切都是侯府的，愿意为侯府尽一己之力。好孩子，怀安就算泉下有知，也该宽慰了。你居然如此贤良，真是我儿的福气。但是瑞儿还小，以后处处都要用银子，你的首饰先留着，以后应急。这15万两，母亲来想法子。大不了开了我的私库，将我这么多年攒下的提子银子，还有备着的棺材本全拿出来变卖了，填窟窿。母亲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好好的，也好让回安在地下瞑目啊。福儿，你也知道母亲出身贫苦人家，这些年存下的3瓜2枣都是怀安平时孝敬我的。那点银钱不多，你到时候直接派人去我屋里搬就是了。这侯夫人平时主持中律，手里难道就没攒下银子？就是啊，这侯夫人可是苏家嫡女，当年苏大将军可是拿了半副身家给她做嫁妆，那可是几10万两雪花银，咱们几辈子都花不完啊！夫人，如今老夫人的私库里现银还有3000两，首饰和奇珍异宝加起来值5000两，按老夫人的吩咐，现在就全部抬去典当行变卖。老夫人还交代了，连她生前背着身后事的那副副寿存官广也能值个2000两，让奴婢也一并抬出去卖了。天啊！老夫人连寿官的钱都拿出来填补亏空，这做儿媳的怎么能如此冷血无情？站到现在，居然连一言也不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怎能各自飞啊？这实在让人寒心呐。福儿，怀安生前对你百般宠爱，如今他出了事，你怎么能见死不救，让他死后还要背上贪墨的污名啊？你的嫁妆虽然是你的，可你既然下进了萧家，生是萧家的人，死是萧家的鬼。如今萧家有难，你难道真打算袖手旁观吗？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怀安呢？够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大伙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口口声声只责怪我家夫人？你们说侯爷宠妻如命，胡扯！侯爷早就背着夫人在外面养了外室，连孩子都几岁了。还有那个真娘，在这假惺惺的拿2件破首饰出来显摆，这就是贤良了。这些年我们小姐往侯府贴补了多少嫁妆，老夫人您怎么一个字也不提了？母亲，都是媳妇的不是，只是刚收到夫君的死讯，媳妇已经几天几夜不曾合眼了。今日夫君的外室又突然抱着孩子找上门来，媳妇实在是心神俱裂，接着又被突如其来的圣旨吓得六神无主，一时间才没有反应过来，并不是诚心想袖手旁观的啊。虽然夫君一直瞒着我在外面养着外室，连孩子都长到3、4岁了，但也都是媳妇命苦，是我平日里不懂得体谅夫君。再者，夫君这次去江南赈灾，也是急着顺道去接他们母子进京认祖归宗，这才在行水路时翻了船遭宁的。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闹了半天，这靖远侯根本不是在赈灾的公务上殉国，而是急着去接外室母子进京，这才翻了船。亏咱们刚才还觉得那外室可怜，成亲4年，孩子都3、4岁了，这不就是刚娶了苏大将军的嫡女，扭头便在外面有了孩子？难怪侯夫人一直没动静，原来是丈夫心根本不在家里。可怜这侯夫人，当真是委屈到家了。哼！虽然夫君瞒着我养了外甥，甚至有了孩子，做了这么多对不起我的事，但一夜夫妻百日恩。母亲，媳妇儿不是冷血之人，我刚才就已经让碧儿把所有的嫁妆册子拿出来清点了。这几日，我正安排着如何整理所有的嫁妆、银子、铺子和首饰，只是这些琐碎的事需要时间，媳妇才没有来得及告诉母亲，让母亲在门前如此烦忧。媳妇本想着将这些家都全部变卖，把15万两的亏空点补齐了后，再给母亲一个交代。可媳妇怎么也没想到，媳妇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您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口闭口称赞真娘如何贤良，却句句指责媳妇薄情冷褐，见死不救。难道
媳妇嫁进侯府，在母亲膝下尽心侍奉了这么些年，到头来竟还不如一个刚进门一天的外室吗？还是说，母亲其实早就与真娘母子熟识，所以才早已厌弃了福儿？夫人，都是真娘的不好，您千万别怪母亲。母亲只是看我们母子流落在外，日子实在过得可怜，这才多疼了我们2分。真娘千错万错，不该今日上门惹夫人伤心啊！你可怜？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在这装什么可怜？你可怜？难道我家夫人为这侯府尽心尽力操持了这么累年，就是理所应当，活该受你们这些窝囊气的吗？碧儿，别再说了，去库房把我的嫁妆册子全部拿出来，即刻清点，否则圣旨上那10日之期可就真的来不及了。对，福儿说的对，马上清点嫁妆。哎呀，福儿的嫁妆那么丰厚，全拿出来变卖，肯定是足够点补那15万两的窟窿了。等把这赈灾银填上了，你便是我们萧家上下的大恩人啊！到时候全京城的人都会称赞你，说你救了萧家满门。谁稀罕做你们萧家的大恩人？你们母子合谋算计我的嫁妆，要榨干我每1两银子后再将我扫地出门。这次狠毒的算计我，等清点完了，萧怀安，我的回礼你可千万要接住了。苏福，你库房里那些真正的金银财宝怎么都不拿出来？你天天就拿这些不值钱的破烂货去变卖，几日下来才筹了区几千两银子，这顶什么用？圣旨上的期限马上就到了，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可是，母亲，那些都是我爹娘辛苦一辈子，特意为我备下的出阁嫁妆，我实在是舍不得啊。母亲，要不然能不能把您的嫁妆也拿出来变卖一些？你这个不孝儿媳，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的嫁妆头上！管事，明天一早，你把账房和府里所有的粗壮下人都给我叫过来，亲自帮侯夫人清点库房，凡是值钱的全给我抬出去卖了。苏福，你可别忘了，你既然嫁进了萧家，生是萧家的人，死是萧家的鬼，你那些陪嫁的钱财自然也全都是我们萧家的。我们走。夫人，奴婢已经秘密和老爷夫人说好了，老爷让奴婢给您带个话，让您尽管放心，您死后他们自会带兵上门为您做主。好，明日我们就送萧家一份大礼。把所有值钱的箱子全给我抬到我的院子里去。是。够了，这些大将军府给的嫁妆足够填补那15万两了，剩下的管事全给我悄悄锁进我的私库里，以后啊，这些都留着给我的乖孙瑞儿娶媳妇用。来人啊，快来人啊！不好了，夫人服毒自尽了！这怎么回事？刚才不还好好的吗？你们好狠的心呐！侯爷在外贪墨赈灾银，犯了弥天大祸，你们萧家自己填不上，便设计抢夺我们夫人的嫁妆。今日一大早便带人强行搜刮库房，这是活活把我们夫人给逼死了！胡说，是他自己体弱，我不过是帮他清点清点，怎么就逼死他了？抢了嫁妆还想狡辩？老夫人，你别以为萧家可以一手遮天。我们苏家的下人早就去将军府报信，让老爷和夫人亲自上门给小姐讨回公道。我的福儿啊，你怎么就丢下母亲去了呀？我和你爹爹可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怎么舍得让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我大将军府的嫡女到底是怎么死的？老爷，是他们活活逼死了小姐啊！侯爷在外贪了灾银，他们逼着小姐变卖所有嫁妆去填窟窿。小姐舍不得那是老爷夫人留给她的念想，他们便对小姐日日苛待辱骂。今日天还没亮，这恶婆婆就带着人冲进院子，强行抢走了小姐所有的嫁妆。奴婢去与他们理论，却被他们推搡作践。小姐不甘受此屈辱，一时想不开，竟然在屋里服了毒啊！不是这样的，大将军，是苏夫自己
是他自己亲口说愿意把嫁妆拿出来，我们真的只是帮他清点一下，是一家人帮着清点而已，不是抢，我们真的没有抢啊！不是抢，如果不是你们在屋里指着小姐的鼻子辱骂，百般欺负作践，我家小姐怎会绝望至此？侯爷一死，你们急着把外室接进门，连孩子都领过来了，如今还逼着正室嫡妻拿出全部嫁妆，去替那个假死的贪官填补罪银，帮他养外室。你们萧家简直是欺人太甚！那又如何？苏福嫁进来这几年，肚子一直没动静，难不成还不许我儿子在外面找人生孩子？你们是想让萧家彻底绝后吗？他容不下夫君的骨肉，那便是他不贤不孝。我说他几句，又有什么错？我打死你！你们萧家敢害死我的女儿，还说她不贤，你竟敢动手打我！我跟你没完！别打了，母亲，你们别打了。把小姐的嫁妆全部给本将军抬走，一文钱也不准留给这群无耻之徒。是。苏福生是萧家的人，死是萧家的鬼。他和这些嫁妆，你们凭什么拿走？这都是我们萧家的财产，请大家给评评理啊！我家夫人被这恶毒的婆母活活逼死，他们害了人命，如今竟然还想着要生生吞了小姐的嫁妆。我家小姐临死前清清楚楚地说了，就算是她死了，也定要与那贪墨的侯爷和离。生生世世绝不再做他们萧家的妇，你便代表萧家签了这份放妻书，否则本夫人今日就去官府告你们萧家侵吞儿媳嫁妆，逼死良家妇，逼死大将军之女，论罪，要你们萧家全家当死。你少吓唬我，我吓唬你？我女儿活活被你们萧家逼死，你还敢拦着我们接我女儿回家？你现在就帮你那死去的儿子签下放妻书，从此我女儿就是死了，也不再是你们萧家人。我签。我的福儿啊，你死得好惨啊！你就是被萧家人活活逼死的呀！萧家造了孽，却要抢我女儿的嫁妆去填窟窿。萧家人好狠的心呐！为了几个臭钱，居然生生把人逼上了死路。这萧家简直是土匪窝，逼死大将军的嫡女，这下踢到铁板了。呸！逼死儿媳还想吞嫁妆，当真是可恨至极。你这丫头真是好大的胆子！万一这药出了差错，你要吓死母亲吗？母亲放心，若不来这一出服毒自尽，萧家怎会轻易签下放妻书，又怎会放我的嫁妆出府？好，不愧是我苏家的女儿，果真胆识过人。哼，我已经安排好了出城的马车，今夜便送你出京。到那时，京城里便再无苏福这个人。父亲，那萧怀安那边，他以为自己假死便能拿着赃银逍遥法度，做梦！本将军倒要看看。皇上到时候发现萧怀安根本没死，会如何龙颜震怒？萧家就等着满门抄斩吧！姑娘，我们终于逃出那个吃人的萧家了。这只是个开始，萧怀安，好好享受我给你留下的死局吧。令宇被萧家这般逼迫以致自尽，当真是天理难容。谁说不是那靖远侯死在江南，倒留下一堆烂摊子，让萧老夫人起一出人间惨剧。我马上哭了，来下了来！靖远侯，这不是靖远侯萧怀安吗？他没死。
萧怀安，你果然没死啊！岳父大人，我只是在江南。你不用跟本将军解释。我女儿服毒自尽的消息传遍京城，你那好母亲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你那外室真娘又恰好有了2个月的身孕，你心急如焚，这才借了庄子上的马，想趁天黑溜回侯府吧？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假死脱罪，逼死本将军的嫡女。今日百官共证，随本将军进宫面圣，我要你们萧家拿命来填。岳父大人，这其中定有误会，我是拼死才捡回一条命的。误会！现在咱们就去面圣，我要当着文武百官和皇上的面，要你们萧家还我女儿一个公道。苏将军说得对，此等欺君罔上、纵母逼妻的无耻小人，必须严惩！快去大理寺，去刑部报信，就说靖远侯萧怀安假死脱罪，抓了个正着。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靖远侯吗？人还没进城呢，您假死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京城了。这不，皇上亲自下的旨，就把您给请进这大狱来了。是本侯拼死护下了赈灾银，将功折罪。反正空缺已补，皇上为了皇家颜面，自然不好意思让我上缴银两。得了吧，萧怀安，你算计的挺美，可谁知道你那夫人宁死也不当你的冤大头，直接在府里服毒自尽了。如今你们萧家1分钱的嫁妆都没捞着，苏福姑娘一死，苏将军在皇上面前闹得天翻地覆。你空口白牙说你没贪，现在那15万两银子在哪儿呢？你如今真是满嘴是舌头也说不清了。怎么会这样？苏福，你竟然宁可死，也要毁了我的全盘计划。皇上明察，臣对朝廷忠心耿耿，臣从未贪墨银两啊！当时臣传，臣九死一生，拼死保下了赈灾的银子，如今就放在萧家城外的庄子上，请皇上明察。满口胡言！你说你未贪墨，为何却在庄子上住着不回京？难不成拿着银子在图谋什么？臣不敢，臣万万不敢啊！纵母逼妻，假死脱罪，简直是丧尽天良！拿着赈灾银躲在庄子里，要不是苏将军出棒撞破，他怕是要带着银子远走高飞了。皇上，臣冤枉啊！臣当时在水里受了极重的风寒，在庄子里昏迷了半个多月，如今臣也是刚苏醒过来，一睁眼便拼命往京城赶，这才与苏府出进的队伍撞上的呀！求皇上明察，臣绝无半点私心啊！皇上，此事是真是假，还需派人去查看。若是真的，也许真有其事；若是假的，再问罪不迟。禁军听令，即刻前往萧家庄子查抄赈灾银。启奏皇上，萧家庄子上的银箱已全部运回，请皇上过目。开箱。这怎么是一半空的？后面全都是空的，赈灾银少了一半。不可能，这不可能！银子怎么会少了一半？大胆萧怀安，满口胡言！朕令你3日之内将所缺的7万5千两赈灾银悉数交出，否则萧家就等着满门抄神灭族吧！退朝！皇上开恩啊！臣真的不知道啊！那该死的苏福，若不是他的死闹得满城风雨，我儿假死的事怎么会被人当街撞破？要不是他，咱们的计划怎么会落空啊？够了，别哭了，哭能哭出银子来吗？赶紧把府里所有的私房银子都拿出来！皇上只给了3日，如今还缺着整整10万两银子。我哪还有银子啊？萧郎，怎么会这样？咱们之前不是算计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那银子在你院子里放了1晚才搬上船，我还没问你，为何少了一半？我一个弱女子，我如何知道？难道萧郎还怀疑是我偷拿了银子不成？萧郎，我为你生儿育女，你却是这样看我。多说无益，如今最要紧是筹银子保命。真没想到咱们靖远侯府风光一世，短短几天，值钱的家产全卖光了，连祖传的侯府大宅都没保住。可不是嘛，现在沦落到租着甜水巷的小院子，刚刚大少爷把最后几亩祖田都给卖尽了，才勉强凑齐了那15万两银子。圣旨到，萧家罪银虽已补及，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即日起辍夺萧怀安靖远侯之封号，抄没全部家产，全家流放岭南。钦此。侯爷，妾身的身子如何受得了日夜奔波？我和瑞儿留在京城不行吗？我呸！
你一个出身低微的婢子，在这装什么千金大小姐？你以为这是你可以抗旨不遵的吗？当初你心心念念要嫁进侯府，如今让你进了门，你又不乐意了。我告诉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大叔，您这是积郁成疾导致的气滞血瘀，我给您开3贴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的药，回去煎服，3日后便可消肿。哎呦，多谢姑娘子，您真不愧是活菩萨，每次的方子都灵验得很呐。福儿，你随为师来江南不过大半年，进进之快，真乃天纵奇才。那可不，咱们姑娘在医术上本就有着极高的天分，以前在京城时就喜欢看医书，如今跟着林大夫您，可算是龙入大海了。当年老夫遭遇仇家追杀，若非你父亲苏将军相救，老夫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荒野了。老夫为了报恩，这才进府做了你们家的府医。师傅，福儿还要多谢您。若不是您不弃，在这江南开医馆，还将福儿收作关门弟子，如今哪能有这般安稳日子？如今在这江南小镇悬壶济世，我才真正感觉自己活着。奴婢会一辈子守着姑娘，咱们在这儿再也不回那个吃人的京城了。大夫，求求你们，快救救我家娘子，她快要生了，但是生不出来，要出人命了。福儿，人命关天，带上针包，随为师走一趟。是，师傅。疼死我了！小朗，救我！产妇胎体过大，难产之象。若有钱，赶快去买些参片，让产妇含着提气，否则要一尸两命了。大夫，参片要多少钱？我手里现在1文钱也没有啊！买什么参片？简直是胡说八道！天底下哪个女人不生孩子？怎么偏偏她就这么娇气，生个孩子还要含参片？没钱，我1文钱也没有。我去借钱，我去找参。恭喜，是个儿子。这孩子怎么长成这副鬼样子？这头发怎么是卷的？这根本不是我们萧家的种啊！姚真娘，你敢骗我？说，这孩子是不是你在江南与他人所生？他与你那有西域血统的表哥倒是长得十分相似，难怪在江南的时候说你表哥静居在府上，是不是我在京城，你与他早有了关系？萧郎，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那日表哥将我灌醉，早上醒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红杏出墙还敢骗我？说，我的银子是不是你和你表哥拿的？是，当初表哥哄着我与他私定终身，他骗我说只要帮着他偷偷运走那1半银子，他就能去西域做大生意发财，到时候一定会回来8条轿接我过好日子。可谁知他前脚刚走，我就发现我就怀了身孕。如今1年过去了，他杳无音讯，我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指望骗你这腹中的孩子是你的骨肉。我没想到这孩子生下来会这么像他呀！你们2个竟这般歹毒！福儿，真的是你，你没死，老天有眼，你真的还活着。这位郎君，你认错人了，我夫家姓顾，镇上的人都叫我顾娘子。不可能，你就是苏福，化成灰我也认得你，你是我的夫人。哼，萧怀安，老夫当是谁呢？原来是曾经的靖远侯啊！听说当初你母亲逼死侯夫人，苏家上门要个说法，你母亲可是亲手签下了放妻书，
怎么如今抓着我的徒儿在此纠缠不休？放妻书是我母亲签的，并非我本意。苏福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别在这做戏了。我看你如今穷困潦倒，看见我徒儿有些家财，便想来吃绝户吧？你胡说八道什么？阿福是我的妻子，我带她走天经地义。敢在我医馆闹事，来人，给我打出去！姑娘，不好了，那个狗皮膏药又来了。萧怀安又在门外闹了。可不是嘛，这都连续多少天了，他天天准时来咱们医馆门前纠缠，这回在外面喊得比前几天还要大声，引了好多街坊邻居在外面围观呢。苏福，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我们萧家变成今天这副鬼样子，全都是因为你。苏福，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我们萧家变成今天这副鬼样子，全都是因为你。这顾娘子平日里看着温温柔柔、悬壶济世的，没想到背地里是这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负心人啊！是啊，丈夫全家遭了难，她自己倒带着钱财跑来江南享福，这也太狠心了些。哼，我告诉你，当初在京城苏家逼着签的那份放妻书，根本就不是本侯亲手签的，那是老夫人签的。我不认，你不认我也没用。你苏福，生生世世就还是我的夫人。姑娘，这萧怀安居然还颇有手段，也不知他用了什么下作条件，竟然说服了县令大人亲自替他出头。这位娘子，本官劝你一句，女子出嫁从夫，既然你夫君已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你，你还是乖乖跟他回家吧，在这大街上抛头露面，成何体统？福儿，跟我回去吧，我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待你，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你若是不喜欢真娘，我回去立刻就写休书休了她。反正那个贱人水性杨花，不守妇道，我早该休了她了。放手，男女授受不亲，况且我已经有了夫君，凭什么跟你走？你是我夫人，我从未签过什么放妻书，我看谁敢娶你，我便告到衙门，告他夺人妻室，要流放千里。来人，将这位私逃的娘子强行带。哼，我敬你是个老大夫，但是这位娘子不是你能护的，那我看你们要如何告我夺人妻。夫君，吴县令好大的威风，居然带了官差，在这里公然威胁本王的夫人。怎么，若本王今日不在家，本王的夫人岂不是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你们随意欺辱？这下官，哼，吴县令，你便是这样做地方父母官的？还是说你早已被这流放至此的罪臣萧怀安用什么不可告人的好处给收买了？你算什么？居然敢这么和县令大人说话！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大不敬？苏福是本侯的娘子，她当年在京城假死做了逃妻，如今本侯千里迢迢来这里捉拿逃妻回去，这与你有何干涉？她是我明媒正娶写在萧家族谱上的正室夫人。吴大人，您瞧见了没有？这个男人居然连您都不放在眼里，快叫关州把他抓起来，治他一个大不敬之罪。靖王殿下，下官不敢，下官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万万不敢威胁您的夫人啊！靖王殿下，吴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闭嘴！你这个该死的罪臣！求王爷恕罪啊！下官全被这萧盘锦给骗了，是他先前跑来找下官，信誓旦旦的说这位顾娘子，不说景王妃是他的逃妻，下官也是一时糊涂，受了他的蒙蔽，下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求王爷饶命！这位是景王殿下，这位是景王妃，你长了几个脑袋，敢对殿下大不敬？不，你说谎。大人，他们一定是合伙骗你的。当朝景王是何等人物，怎么可能会娶一个嫁过人的？苏福当初可是我的夫人，是我萧怀安不要的女人。
你笃定了不可能？你以为我们家王爷像你一样无耻卑劣？1年前，王妃点头允了求娶，给京城肃亲报信，与王爷堂堂正正成了亲。你萧怀安算什么？也配在这里叫嚣？本王倒要看看，今日谁敢带走本王的王妃。王爷明察呀，下官真的冤枉，都是这个萧怀安，是他一直给下官递假消息，说顾娘子是他的桃妻，下官这才猪油蒙了心，被他当了枪使啊！姓吴的，你居然出尔反尔，把脏水全泼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一个流放的戴罪之身，本官与你有什么交情？明明是你包藏祸心，蓄意谋害景王妃！哈哈哈，好一个清清白白的县令大人，你忘了你收本侯好处的时候了？王爷，是吴县令亲口跟我说，只要我把真娘送给他做小妾，他就能在衙门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帮我搞定此事，把阿福抢回来。我们甚至在酒楼里白纸黑字写下了契约。阿福，你看着我，我真的不是有心要伤害你的，我只是太爱你了，我实在受不了看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你原谅我这一次，原谅夫君这一次好不好？本王的王妃也是你能继援的。来人，将吴县令与萧怀安通通拿下，打入大牢，好好审审他们。这些年到底还勾结在一起，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龌龊事？王爷饶命，王妃饶命！阿福救我呀，阿妃！姚真娘，你在干什么？你竟敢私自退了租约，你还要卷走我们萧家所有的钱！你把银子给我放下！怀安还在大牢里受苦，你竟敢在这时候当逃妇！那银子是我们萧家买药保命的钱，你放下！你们萧家的钱，我姚真娘当年真是瞎了眼，才会被萧怀安骗进你们这个狼窝。你那好儿子在大街上亲口跟吴县令说，要将我送给那老头子做妾，只为了换回他的苏福。今天他为了权势能把我当牲口一样卖了，明天他就能把瑞儿也卖了换银子。怀安那是一时权宜之计，你们萧家根本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无底火坑，我姚真娘凭什么要陪着你们母子在火坑里烧死？萧怀安，算你命大，王爷念在你未构成强抢，只判了你免去功名并处罚银。大牢这30板子是教你以后夹着尾巴做人。走吧。真娘，母亲，我回来了。他不仅卷了钱，连这院子的租约都给退了，拿走了给牙行和房东的定金，跑得精光。牙行的人刚刚来催了，说咱们今天不搬走，就要把我们当叫花子一样扔出去。儿啊，咱们没钱也没地方住了。萧怀憨，你借的利钱今日到期。当时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利滚利，整整100两银子。这位兄台，不过是买了2片参片，怎么要100两？能不能再宽限些日子？罪民萧怀安因无力偿还债务，一律判入官办盐场，以劳役偿还债务，即刻启程。差爷，使不得呀！我儿身子骨弱，怎么能去盐场做苦工？官府依法办事，抗旨不遵等同谋反，带走。母亲，母亲救我！老夫人，这破院子也已经抵给牙行了。新县令大人新辞，念你年迈，特地在官办浆洗房给你寻了个浆洗的生意，至少能混口饭吃。今日你便搬去吧。手脚都麻利点儿，
今天背不完定量，工钱扣除，你们的债一辈子也别想还清。老夫人，动作得快些了。今日这些衣服洗不完，可就赶不上晚饭了。是，奴婢这就洗，这就洗。苏父在的时候，天冷了总不忘给我房里送炭，热了送消暑汤药，我怎么就容不下他呢？若不惦记他的嫁妆，我们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福儿，是我们萧家自作自受啊！谁是萧怀安的家属？萧老太。差爷，老身在，是我儿孩安在盐场有什么消息吗？是不是他的债要还完了？还完？别做梦了！今日午后，盐场突发山石崩塌，萧怀安躲闪不及，不幸身亡。你说什么？怀安他人已经没气了，官府例行通知，赶紧去盐场给他收尸吧。我的儿啊！得，老太婆也气死了。如今萧家在这儿一个亲人都没有，连个收尸的人都找不出来。管事，去叫2个吏役，拿张破席子将他们母子俩一裹，扔去城外的乱葬岗吧。姑娘，今早听来送药材的商贩提了一嘴，说那对母子在流放地已经病逝了。听说那男的死在了盐场，老太太听了消息一口气没上来，也跟着去。走吧，今日医馆祭诊，外面还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呢。这种无关紧要的陈年旧事，往后便无需再来告诉我了。阿福，轻舟已过万重山，往后有本王陪你悬壶济世，看遍这世间繁华。好。苏大夫，顾公子，出门去啊！